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天地剑心，诚意李一桐在仙侠虐恋风暴，斩妖者爱上妖，一场宿命救赎的东方传奇。古装剧热潮在2025年仍旧滚烫，天地剑心的出现，让仙侠题材再度迎来高光时刻。从琉璃的纯爱涅槃，到莲花楼的破碎重生，再到这一次人妖禁恋的宿命纠葛，诚意与李一桐携手，把爱与救赎演绎成一场超越生死的东方神话。这部剧不仅是视觉盛宴，更是一场灵魂之问。当信仰与情感相悖，当人性与命运对立，人是否还能选择爱？看点一：人与妖，权与心的终极对决。天地剑心以恢宏的仙侠宇宙为背景，延续了狐妖小红娘系列人妖同修的精神内核，但它的故事更加深邃，不只是爱而不得，更是心与权的较量。诚意饰演的王权富贵是王权家族最强的后代，被誉为天生的斩妖兵器，自幼被父亲王权红叶张志尧氏以无情之法培养，只为守护人族的信仰。他剑法无双，却不知为何而战。他拥有一切，却失去了人心。直到有一天，他遇见了蜘蛛精青铜李一桐氏。那一刻，他第一次感受到被凝视的温度。青铜作为殷夫人派出的间谍，潜入王权山庄，本意是利用王权富贵。然而，当他看见这个以剑带心的少年默默为他疗伤，为他挡剑，他的世界开始崩塌。一个是以斩妖为命的人，一个是以人心为祸的妖，他们注定要彼此毁灭，却又在毁灭中互相救赎。他为天下斩妖，却被一只妖救赎。一句台词，道尽全剧的宿命浪漫。看点二：狐妖小红娘姊妹篇，延续王权家族的命运线。熟悉狐妖宇宙的观众都知道，王权家族是贯穿系列的核心血脉。天地剑心正是狐妖小红娘淮水竹亭的延伸篇章，讲述王权红叶与东方怀竹之子王权富贵的命运。父辈的恩怨未了，子辈的枷锁再起。王权红叶以理治家，却因失去爱妻而陷入执念，而王权富贵在无情的教化中学会了情的意义。剧中有多处对淮水竹亭的呼应，东方族与王权家的旧盟，妖族的再起，以及狐妖之乱的余波。导演在叙事上保持克制，用大量留白铺陈宿命感。每一个人都像被神明摆放好的棋子，唯有爱能让棋子拥有自我意志。天地剑心不仅是一个支线，更是整个狐妖宇宙的精神序章。看点三：诚意再塑古装男神，从冷情兵器到自由之魂。如果说琉璃中的雨丝凤是为爱觉醒的仙，莲花楼中的李莲花是带笑看破生死的凡人，那么天地剑心中的王权富贵就是在命运中诞生自我的人。诚意的表演再次精准而克制，他用极少的语言，极深的眼神，演出了麻木到觉醒的全过程。从前期的冷漠无表情，到中段的内心挣扎，再到后期泪光微颤的温柔，每一个呼吸都像刀在剥开他的人性。尤其那场异灵珠救童戏，诚意用微微颤抖的手指，近乎无声的台词，让观众在寂静中看见爱意的崩塌与重生。他不是单纯的古装帅气代表，而是把痛演成了哲学。他让观众明白，真正的强大不是无情，而是敢于再度去爱。看点四：李一桐化身蜘蛛精青铜，从间谍到真爱，危险又动人。李一桐的青铜是一个极具张力的女性角色，她不是单纯的妖，也不是牺牲者，而是命运的反叛者。从初入王权山庄的伪装与试探，到后期的真情流露与牺牲，李一桐将情感的多层次变化拿捏得恰到好处。当她流泪，不是柔弱，而是觉醒；当她微笑，不是天真，而是释然。她说：人类斩妖，
是为了守护世界，而我只想守护一个人。这一句成了全剧最动人的告白。李一桐在天地间心中不再是配合者，而是共命之人。她用女性的直觉、妖的执念，完成了妖性化人的成长。那是一种不以身份慰藉的爱，也是一种对灵魂自由的坚持。看点5，张志尧出演王权红叶，冷血父亲的悲剧命运。张志尧饰演的王权红叶是剧中最悲剧的人物。他失去挚爱东方怀竹后，将全部的痛化为理性。他冷酷地训练儿子，只为让家族延续，却在一次次冲突中看见儿子渐行渐远。我不想你像我一样失去一切，所以我教你不要爱。当他低声说出这句话，冷峻的父亲瞬间瓦解。张志尧用多年的表演经验，将角色的情感层次展现得极具深度。他既是枷锁的缔造者，也是被枷锁困住的人。这种父与子、理与情的对峙，让天地间心的家族戏部分充满希腊悲剧式的宿命感。看点6，郭俊辰加盟，与成毅兄弟情深似海。郭俊辰的加盟为这部剧增添了一抹危险的温柔。全如墓是王权富贵的义弟，也是他心中最大的镜像。一个被光指引，一个被影吞噬。他们的羁绊从少年开始，却在信念分歧中彻底决裂。郭俊辰用眼神塑造温柔的背叛感，那种笑着流泪、痛而不语的情绪张力，让角色充满层次。最终，当他选择为兄长挡箭的那一刻，所有的仇恨都化作泪光。我不是恨你，我只是想赢一次。这一句击碎无数观众的心。看点7，跨越种族的双向奔赴，人妖之恋的终极救赎。若命中注定要毁灭，那就让我们一同燃烧。王权富贵与青铜的爱情是逆天而行的抗争，他们不只是相爱，更是彼此的镜子。他在他身上看到自由的可能，他在他身上看到人性的光。这段爱情注定悲剧，却因悲剧而浪漫。当王权红叶怒斥情即是罪，当青铜被妖族追杀，他们依然选择牵手而行。导演以极致东方美学呈现这段情感。月光下的剑影，蛛丝织成的结界，风雪中相拥的背影，每一帧都在讲述，即便天地不容，我们仍选择相爱。天地间心并非一味渲染虐恋，而是以爱为媒介，探讨自由与信仰的永恒命题。程毅与李一桐携手塑造的王权富贵与青铜，代表着两种灵魂的极端，人类的克制与妖的真性。他们的相遇是理智与情感的碰撞，他们的结局是宿命与意志的抗争。当最后一幕，富贵用剑刺穿结界，将青铜送入轮回，他低声道：“这一剑不为天下，只为你。”那一瞬间，万剑皆寂，唯爱永恒。天地间心用最东方的方式讲述爱情，不是占有，而是成全；不是逃避，而是觉醒。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仙侠史诗。它讲剑，也讲心；它写爱，也写人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天地间心提醒我们，所有的宿命都不是牢笼，只要心中仍有爱，天地之间皆有出路。